接不是抽打这个弟子，就是辱骂那个弟子。不过7岁的江宇因与魏婴关系亲密，竟被江澄活生生的打死。看着之前还活蹦乱跳的江宇变为冰冷的一具尸体，魏婴的身子止不住的颤抖。江婉银并没有江宇的死亡而停了手，他似乎从中感受到了乐趣。他的施虐范围从莲花坞扩大成了云梦，只要入了莲花坞的门，不管是何身份都逃不了被折辱抽打的份。而这些被抽打的对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曾对魏无羡抱有善意，给魏婴放过哨的小五，救过魏婴命的小五哥哥，给魏婴开小灶的杜老板，还有一起玩风筝的师弟。魏婴看着画面中熟悉的人一个个因为自己被江婉银抽打辱骂，身子不由发冷，止不住的颤抖，就像回到了夷陵流浪最初的那个冬天。哈哈哈，魏无羡，你看得开不开心？你记住，这些人都是因为你魏无羡死的，你魏无羡就是一个祸害。江婉银看着浑身颤抖的魏婴狂笑不止。后面的结果不用多言，江婉银犯了众怒，被当地百姓活活打死并扔至乱葬岗。可笑的是，江婉银竟凭着凭什么3个字成为了怨灵。江婉银，我本念将厌离的善意，不愿与你多做纠缠。魏婴猩红的双眼死死盯着前方的怨灵，缓步朝着江婉银走去。你在糟践你姐的死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你说凭什么？那你凭什么那么理所当然？你凭什么杀害那些无辜的人？你有什么资格说凭什么这3个字？撕了他！魏婴看着仍是不甘的江澄，厉声下令道。得到命令的鬼魅蜂拥而上，享受着怨灵身上的怨气。魏婴转身离去，忽然瘪着嘴，整个人都样样的。阿英想阿爹了，阿英要阿娘。魏婴垂头丧气地坐在地上，脸上黑一块白一块的，衣服也破破烂烂的，就像一个小乞儿。阿英！魏长泽听得笛声，却迟迟不见魏婴出来，便独自一人下了乱葬岗。魏婴仰起头，看着眼前的男子，露出了大大的笑脸，伸出双手要抱抱，一如幼时。阿爹！魏长泽看着阿英如此，仿佛看到了刚流浪街头渴望父母的阿英，心里酸涩不已。魏长泽半蹲下来，环抱着坐在地上的魏婴，一只手摸了摸魏婴脏脏的脸颊，柔声道：阿英不怕，阿爹来了。魏婴感受着魏长泽的安慰，眼泪汪汪地看着自家阿爹。阿爹，阿英等到你们了。阿英，不是没人要的孩子。说着说着又耷拉着脑袋，埋在魏长泽胸口哭了起来。阿爹，阿娘呢？阿英想阿娘。魏长泽微微仰头，不让里面的泪珠子滑落，重重吸了一口气。阿英怕是受了怨气的影响，心智暂时回到了幼童时期，而且是流浪的那段时间。你阿娘给阿英买糖葫芦去了。阿英不是最喜欢吃糖葫芦吗？魏婴红着鼻子，委委屈屈地说道：阿英不吃了，阿爹阿娘不要扔下阿英。不会了，阿爹阿娘再也不会丢下你了。魏长泽紧紧抱着魏婴说道。魏长泽解下外衫，温声细语地哄着魏婴把衣服穿上。当魏婴乖巧地穿上衣服，遂带着魏婴御剑离开乱葬岗。魏站在无双剑上左看看右看看，忽然双手做喇叭状，朝着地面喊道：蓝湛！魏婴朝着蓝湛挥了挥手，明媚的笑容让人下意识就忽略了他衣袍下面破烂的衣服。魏婴蓝湛眼神微微闪躲，那个笑容灿烂的不敢让人直视。魏婴本想跳下无双剑，被魏长泽按住了肩膀，离地面上有高度，危险。魏长泽没啥特别的感觉，就是莫名的有点心堵。剑身缓缓下降，直至落地。魏婴跳下无双剑，直直地盯着蓝湛，笑容越发灿烂。蓝湛，你一直都在这等我吗？蓝忘机像是被戳中了什么小秘密一般，眼神闪躲着，不小心瞥到一旁的魏长泽，耳朵愈发发烫。蓝忘机心里想着自己的耳朵怕是像着火一般红了。魏婴忽然蹲下身子，看着蓝忘机的眼神满是惊艳。蓝忘机手足无措地看着蹲在地上的魏婴，微微伸出双臂想要将其拉起，不料魏婴见着对方伸出的双手，极其自然地环绕了上去，整个身子都钻进了蓝忘机的怀里。魏婴眨了眨大大的眼睛，回头看着自家阿爹。阿爹，阿英喜欢这个哥哥。感受着怀里的温度，蓝忘机整个人都僵在了那里，
那是从未有过的体验。更别提魏婴直接当着魏长泽的面说喜欢自己。蓝忘机微微低下头，侧目便是魏婴修长的颈部，细腻白皙的皮肤上面沾染着点点血迹。本就身形相似的两个少年，蓝忘机一低头，仿佛两个正在互诉衷肠的道侣。魏长则牙齿有点疼，后又想到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最终任务，终是叹了口气。阿英受怨气影响，心智不稳。阿英如此喜欢蓝二公子，这段时间怕是少不得麻烦你了。蓝忘机僵着的身子慢慢放松了下来，心疼地看着怀中的少年，明亮的双眸不再是少年的意气风发，而是稚子的懵懂清澈。晚辈必会好好照顾魏婴的。蓝忘机虚虚地抱着魏婴，郑重地对着魏长泽说道。